中国2021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个立法还是很及时的。昨天我在百道会我还不知道有这个法，我今天刚刚学到的啊，刚扩展阅读看出来的。规定因为我讲就是13、14岁，中国现在吃着激素看着毛片长大的小孩啊，13、14岁不得了的，他跟过去那个体能17、18岁差不多。所以呢，我说这个立法要跟上，人家早已经跟上了。2021年6月规定对不良少年进行行为矫正，中国成立了行为矫正学校，跟过去我们那个时代的攻读学校是一样的啊。我们那个时代就是吓唬小流氓最好的一句话，你要再闹就送你去攻读学校，马上老实了。攻读学校就类似于少年犯监狱啊。我小时候有一部电影，全学校都组织去看，看完了之后全都不想当小流氓了。如果说看完了陈浩南都去当小流氓了，看完古惑仔都去当小流氓，看我小时候看那部电影，看完就都不当了，叫少年犯。你们扩展阅读，你们可以去看看少年犯啊。我小时候看过，我被老师学校组织去看完了，我从此好好学习，压根儿不想当古惑仔，就叫少年犯。那里边就是讲的攻读学校的故事，全是小孩儿。小太子小太妹们很有用啊，从攻读学校出来全老实了。在5年以前啊，2020年的时候，全国人大就把入刑的年龄，刑事犯的年龄降低了。为什么呢？2020年之前啊，不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得到空前的保护嘛，出现了未成年人犯的大案，恶性大案。2004年，黑龙江一个13岁的小男孩，13岁强奸本村的一个14岁的小女孩。小男孩未成年，不负法律责任，13岁，法院判小男孩家赔小女孩家9000块钱就了了。2016年，湖南邵阳3个13岁的小男孩，又是13岁，把自己看不上的一个女老师直接杀了。因为3个小孩都不到13岁，不负法律责任，就放回社会了。2016年，广西一个姓沈的小男孩也是13岁，把村里3个5、6岁的留守儿童骗到村外，逼他们交代家里藏钱的地方。3个小孩不知道，说不出来。这个姓沈的小孩2016年啊，广西啊，这个姓沈的小子心狠手毒，怕大人知道，把这3个未成年的小孩直接杀了，扔到井里。很费劲才破了这个案子，因为大家想不到，警察也想不到。结果呢，杀了3个人啊，杀了3个5、6岁的孩子，收容教养3年。16岁就放回社会了。所以这期是在洗地吗？你不要受不了啊！我是实话实说，我哪一句说的不是实话，欢迎你指出啊，因为我要做这个，我肯定要看资料，我要做的很客观，经得起历史考验，否则咱们不要说这些事儿。所以这个未成年人犯罪门槛太低，现在13、14岁都可以杀得了人了，而且心理素质太好，杀完人不但长得人高马大，杀完人之后还他妈能装的没事人一样，跟大人是完全一样，反侦查能力极其强。所以2020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刑法修正案，把入刑年龄从16岁，不满18岁，降格改成多少？最新的改成12岁，就是这么规定的。16岁负完全刑事责任，比原来18岁减了2岁。然后呢，如果是恶性犯罪，杀人、强奸、故意造成重伤、贩毒、放火，14岁就可以入刑事责任，14岁入刑。如果年满12岁而不足14岁，办了上述的这种就是罪大恶极的事儿，也要负相应的刑事责任，前提是报最高检察院批捕。所以这才是我们中国目前你们中国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真正的法律目前的状态啊！你要评论这件事情，你首先要了解，我是搞财经搞金融的，你要评论一个事情，你首先要了解目前它是怎么回事儿，
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法律状态？我现在给你们查得很清楚，12岁以上就要考虑刑事责任了。如果你干了大坏事儿，因为好多都13岁干的，14岁以上就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了，16岁就入刑了，完全入刑可以。所以呢，江油的这几个女孩子干的这个事儿，放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法律面前，我问你们，你们自己讲，它是不是恶性犯罪？是不是罪大恶极？有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你们自己讲你们不要带着感情说这个女孩一生都完蛋了，我操！你们这帮孙子是重视一个女孩一生的人吗？我操！你们拴上铁链子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话呀？所以这个事儿呢，客观的讲，还真不算是恶性犯罪，真的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甚至不是刑事犯罪。这个就是你要说我洗地，那我就洗吧，我操！因为我不能，我除非不说话我要说话我不会撒谎我不会说假话。说老王这点说的过于主观，那风雨无阻，那你说几个小女孩打另一个小女孩是恶性的严重的后果吗？是恶性刑事犯罪吗？你告诉我，风雨无阻，你自己讲，这属于不属于恶性刑事犯罪？这咱不能胡说八道呀，对不对？好了，问题是执法，那么我们接着讲执法。问题是执法，说到对问题是执法，这个叫说到点上了我们接着讲，为什么派出所不积极立案？这才是点儿。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就是不是没有法律不是无法可依，但是为什么不积极立案？这才是点子。为什么？你还是江油，还是我开始铺垫的那跑题这一段，因为没有油水，因为习近平切断了全球化人肉电池富士康打工的这条通路之后，无数的充满了电的年轻的人肉电池又回到了乡村，又回到了故乡，浮动在社会上不满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社会治理能力要与时俱进才行。但江油的警方、江油的派出所、江油的市长、市委书记，甚至绵阳的市长、主管市委书记都没有与时俱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依然在保持着什么样的积极性呢？抓嫖的积极性。如果江油的城中村有一个规模尚可的，是年收入上百万、大几十万现金流的妓院，他们一定会去立即出警。为什么？有油水。江油有一个企业家，我操，身上有他妈大几百万现金，陷入了严重的刑事纠纷，你都不用找局长，局长会反过来找你，要不要我们介入？而这个聋哑人的女孩挨了打，她去找派出所所长，派出所所长是没有任何动力去立案或者说去调查的，他连派人去调查的兴趣都没有，这才是关键。中国共产党的中层基层的警察干部没有跟习近平一起进行逆全球化进化演化，他们不愿意去调查一下，验个伤，协调一下，逼着害人的人向被害人家赔个1万块钱。为什么？孩子家长，妈妈是聋哑人，爸爸是残障人士，家里苦一定不富裕你赔了1万块钱，打人的赔了1万块钱，写悔过书，全校公开，派出所把你们一个一个的给你们他妈的拘禁到派出所，拘留你们的他妈的上限时间，吓唬你们，老警察吓唬你们，再干给你们全都送到矫正学校去。相应的社区领导，相应的区领导拿着油拿着花生米去安慰，一袋大米一个大红包。我问问你，老百姓还会喊打倒共产党吗？这件事的后果之所以这么严重，就是那个拿个大傻逼，据说是江油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这大傻逼拿着一个小喇叭喊车骑
你服不服？你服不服？你不服，车骑！我操，牛逼！我操，这边还跟乌鸦似的！我操，你服不服？你服不服？你不服，我抓走！你不服，抓走！把他妈的给这个跪着磕头申冤的这个妈妈替他说话的周边群众，一个一个车骑！这个王八蛋才是他妈罪魁祸首。这个王八蛋应该千刀万剐，必须把他开除公职。这个江油市的市长、市委书记，这么大的事儿，面对这么大的事儿，无能为力，也得免职。那个傻逼相关的政法委书记要就地免职。接警的警察、派出所从所长开始到他分管局长，必须免职，全部扒掉皮，才能立威。否则的话，中国基层的公安依然会对这样的事儿不闻不问啊，就是因为没钱，就是因为没有油水，就会不闻不问。然后老百姓跪在门口撒泼打滚闹事的时候，威风凛凛拿着个话筒，我限你们立刻消失，服不服？走不走？不走，车骑！这种傻逼一个都不能出现。否则的话，我们中国的洪水，中国的老百姓真的会他妈的，那个跟民主自由没关系啊，那真的会张献忠的。你以为这种张献忠的结果是民主自由吗？我操，你可太幼稚了。这个张献忠的结果是再出一个毛泽东，哎，毛主席真来了，小毛泽东又来了。所以江油的这帮王八蛋应该一捋到底，别听海外那些反贼瞎忽悠。海外那些反贼是他妈站在最安全的地方让你去送死。如果要是他们真的是好人的话，他们应该像孙中山。孙中山不是好人啊，孙中山我讲过孙中山实际上是一个孙骗啊。但是我跟你讲，孙骗的地板都比他们的天花板高，因为孙骗骗了钱，哪怕拿出利息来，还是真的组织暴动队去打县长的。这些海外反贼，我就问你们，哪一个在中国干过一个暴力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更不是坐在他妈最安全的地方，拿着蓝本护照，然后打着键盘，我操，用嘴炮能轰倒一个独裁政党，那是不可能的。老百姓手里没有武器，你要是真是他妈要暴力革命，你要真是民运，你就应该给老百姓送武器，你就应该真的让老百姓能拿到冲锋枪，能拿到手枪。这他妈才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产生实质性威胁。老百姓，大家看江油的状态，老百姓赤手空拳，手里连根棍子都没有。你让他们跟共产党斗狠，那死的都是道友吧？那不是死的他妈不是贫道吗？还有很多台湾人呀，在那儿幸灾乐祸。台湾人不要幸灾乐祸，我给你们讲个事儿啊。对，枪在手跟我走，鹅城怎么干才是真正的道，你知道吧？咱们就说真正的张献忠，真正的小毛泽东，要想出来，他也得有这个，没有这个他也出不来啊！你就别看老习下不下台，他们都出不来，为什么？人家有枪啊！所以台湾人不要幸灾乐祸。台湾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事儿，而且是我说的，出现了恶性了，明白吧？江油目前还没有出现恶性，只是老百姓挨了几棍子。你们台湾出的那个事儿叫228事件，跟江油这个事儿起因一模一样，下场要凄惨10000倍。哎，你台湾人，你还有脸笑？台湾人还在这笑啊！我们是台湾，我们不是中国。你看中国说台湾人啊，这叫50步笑百步吗？不是，台湾人这不叫100步笑百步，台湾人这叫10000步笑百步。228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当年台湾228的起因跟江油一模一样，也是一个弱势群体